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军哥。那今天我们 BBQ 的主角就是我面前的这只鸭子。想必烤鸭大家都是吃过的，那我就想试试看，我们那个户外的烤炉能不能制作北京正宗的烤鸭。那我个人觉得，要符合北京烤鸭的话，一定要有3个特点。首先，它那个皮一定要吃起来十分酥脆；其次，它里面的肉质要保持那种细腻的口感；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。就是这个鸭子一定要吃起来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，让人能一直吃下去。那我们今天就往这个目标上面冲看，试一试，看看能不能做成。那其实做烤鸭的工序也十分麻烦，我们就废话不多说了，赶紧开始吧。那今天我们选用的鸭胚的品种叫做苏福腻，这种鸭子吃起来表皮酥脆，且肉质肥而不腻，所以在北京很多的烤鸭店，像大董和全聚德都会选用这种鸭胚。大家自己在家里面烤鸭的时候，一定要先处理一下这个鸭胚。那我们这只鸭胚已经被我们提前处理好了。首先我们要把它的食管、还有鸭翅以及鸭掌全部去除，然后在它的左侧鸭翅下面开一个口子。开完口子之后，我们要把它里面的内脏全部掏出，然后里面也洗干净。这样我们的制胚过程就已经完成了。在这里再跟大家提一下，我们这个酥不腻的鸭胚是不需要充气的，可以直接进行烤制。我们鸭子制好胚之后就要进行烫胚，那烫胚其实也很简单，烧一壶开水，然后淋在这个鸭子的表面就可以了，一定要均匀的淋一点。烫胚能够使我们的鸭体毛孔紧缩，然后让它的表皮蛋白质凝固，这样加速我们后面晾鸭胚的环节，以及烧烤时上色能够更均匀更好看。好，我们烫完鸭胚之后，就要给鸭胚刮糖色。首先我们先调一碗蜂蜜水，然后比例的话是在7:1左右，然后把鸭这样吊着拿着，均匀涂抹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一定要涂抹均匀了，不然的话到时候烤制出来会肤色不一样。OK， 我们的鸭胚就挂糖色挂的差不多了，接下来我们就要晾制鸭胚，让鸭胚在通风处风干1晚上。Day 2 OK， 我们的鸭子经过我们1晚上的晾制，已经晾得差不多了。你看这个表皮非常光滑，而且是泛着那种微微的黄色，就 OK 了。然后在烧烤之前，我们还有2个步骤。第一个，先往它这个肚子里面灌一点这个葱姜水，要用热水啊，少灌一点就可以了，灌个2-3勺。因为这个鸭头比较长嘛，我们先把这个鸭头给剪了，不然的话烤的时候不太方便。里面灌好汤之后，我们再给它再挂一层糖色，这是2次上色了已经。炭火放好之后，我们把鸭子重新架上去。烤这个鸭子一定要两边的火大一点，然后中间的火小一点，然后每一面先均匀加热一会儿。虽然我们两边的炭火已经很多了，但是你们还是可以看到，就是头部和尾部还没有均匀的上色。我们需要把这个尾部的炭火提起来，让它的尾部的温度更高一点。你看，我们现在头部这边也需要再提一提，因为这种家庭的烤炉没有办法像那种挂炉烤鸭一样很均匀受热，所以我们要自己人工的调节火力温度。今天天气比较热，能奖励自己1听啤酒吧。那这听啤酒呢，是我在逛超市的时候发现的，叫做百威淡爽啤酒。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百威啤酒，然后瓶子也挺好看的。那今天来尝一尝。先切2片柠檬，好，干杯。爽！这个酒啊，喝起来就是啤酒味道很淡，但是还是很清爽的，感觉喝起来还是蛮舒服的。再插一个题外话，之前有人说这个小绿杯比较丑，
所以我们换了这个玻璃杯。但是还是有人说这个玻璃杯比小绿杯还丑。那请观众弹幕投票一下，喜欢玻璃杯的请打1，然后喜欢小绿杯的请打2，希望我们再买一个杯子的请打3。这个烤鸭的颜色已经差不多了，然后我们烤了将近1个小时，我感觉已经 OK 了。那接下去我们准备试吃吧。好，现在我们鸭子已经拿下来了，然后我准备也切开来看一看。由于今天天气比较热，我家烤制这个鸭子花的时间比较久，所以我现在状态也不是很好，感觉头有点晕晕的，所以后面的表现有可能不太好，还请观众朋友们多多见谅。看到没？这个表皮烤得非常非常的脆，那我们切开来看一下。哇，油脂非常多，好香啊！这烤鸭。接下来我们再片一点鸭肉下来，看一看这个鸭肉。OK， 鸭子的皮我已经帮你们片好了，然后肉也取下来了，也拿下来2个鸭腿。那请观众老爷们先吃吧。OK， 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。为了配这个烤鸭吃，我也叫了外卖，买来这个鸭3件。那我们先尝一下这个鸭皮吧。鸭皮的话，我看北京有种吃法，就是直接蘸糖吃。那我不客气了。这鸭子首先它吃起来就是表皮非常非常的脆，然后油脂感也非常丰厚，但是完全不腻。然后配上这个白糖吃呢，就是越嚼越香的那种感觉。再来一口。不错。我们再来吃一下这个带皮的鸭肉，我们蘸一下这个甜面酱。很香哎，真的吃起来已经很接近于外面那种烤鸭了。但是有一点就是我那个去腥的动作没有做，就是这个鸭肉吃起来还是最后有一点点的鸭腥味的，但还是很好吃。配上这一杯啤酒。我终于火了。刚刚烤完鸭子真的是太热太热了。然后我们再卷个鸭肉的饼吃一下，先夹一块鸭肉。然后配一点这一个黄瓜和大葱。我这个人不太喜欢吃酱，我就不蘸酱了。说句实在话，不是我夸奖我自己，真的这个烤鸭配上这个葱和黄瓜之后，再加上这个卷饼，完全没有那个鸭腥味了，吃起来就和外面那种烤鸭一模一样，太完美了，真的。再来一口。我们这次放一块鸭皮，再放一块鸭肉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卷饼卷起来。超级好吃！我觉得中国人真的太牛逼了，咱们中国的这个烤鸭真的比外国那些烤肉难多了，而且强多了，味道真的是很棒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大鸭腿。我吃烤鸭的时候就喜欢吃这种大鸭腿，就是完全不要片皮，带着皮一起吃，特别香。超级嫩，而且里面的汁水特别的多。就是有一点点那么该死的鸭腥味，不然的话真的完美了。
这鸭皮真的是，那外面是酥酥脆脆的，然后那个油脂碰到你的舌头，基本上就融化掉了，非常非常的好吃。这个烤的还算不错的。完全不比饭店的差。最后再吃个鸭卷。舒服。今天试吃就到此结束了。那下面我们来说说这次烤鸭吧。首先，这个味道方面，我觉得跟外面的馆子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。就唯一有一点遗憾，就是里面还是有一点点鸭腥味的。再说这个表皮，这次的表皮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欠火候的，因为我们那个表皮颜色分布的不是很均匀，还是有一点一点的。有可能是我挂那个蜂蜜水没有处理好，没有让它更均匀一点，然后上面会有那种斑点状。那其他方面我觉得还是挺 OK 的。总的来说，我觉得这次烤鸭还算挺成功的。如果小伙伴们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去拿鸭子在家里面试一试哈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